大家好，我是仙草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欢迎大家来到仙草帮建第5期。该系列旨在和大家一起建设岛上没有头绪的区域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投稿岛主的内容吧。首先还是根据岛主提供的信息来复刻初始地形。这是我复刻出的区域初始地形格子图。今天的区域是一片在服务处右侧的1层空地。区域中还包含海角半岛和一块小沙滩。这是复刻出的区域地形地图。沙滩的部分我用系统沙地铺出来代替了。之后的建设里地形还会有一些改动，完成后的地形地图我会放在片尾处。今天岛主的需求是想要一个轻和风加自然风风格的场景，因为岛主在这块区域下抄了一点第1期帮建的作业，所以想要搭配起来。其余部分例如地形和搬迁都让我随意。我选择了保留岛主原本的桥和商店的位置，和使用岛主现有的设计码来建设今天的清河风商店场景。白线内就是今天要建设的区域了。这一块是海角半岛，这一块是小沙滩，这里是岛主岛上的东入海口对应的河流。今天的区域可以简单划分为商店前、商店后和海角及沙滩3个部分。我先从商店后面开始，先堆砌出一块小2层，可以将背后的造景垫高，作为商店后的背景。这里留一块直角缺口，方便后面种树。上到2层来，挖出一点瀑布，方便后续1层的小池塘造景。在2层右边放上月亮，作为背景里的亮点，用绿色的麦田遮住月亮下悬空的部分，这样不容易露出后面的地形，可以显得更饱满有层次一点。左边的2层部分再往左延伸一格，铺上设计码打底。在左边放上松树，宽大的松树真的很适合做背景。这样背景就建好了。顺着瀑布在商店右侧挖出一个小池塘。同样在商店背后的瀑布下也挖出一个小池塘。在之前留好的缺口里种上竹子，竹子左边再加一个松树，与2层上的造景呼应。这样在商店背后既能看见高山，也能看见流水，场景里的自然氛围会更加浓厚。把桥口定点的地砖擦掉，从这里开始铺设道路，依旧用自然的小泥土路。这里的道路铺出一个小岔口，方便岛主可以向3个方向走动。先铺到服务处上边缘处，在道路2侧添加一些植物。商店左侧用竹栅栏为之后的布景打个背景，跟背后的场景隔开，更显得和商店是一体的场景。道路岔口前没有选择种竹子或者树，是因为怕遮挡的道路不方便走动，可以用麦田来代替植物的存在感。继续把道路铺下来，在服务处旁也要铺一个岔口，方便从上下左右4个方向走动。商店左侧放上木桶和腌菜桶，比起堆放货物会显得更自然风格一些。商店右侧我先是建了一间小温室，但后面和岛主商议后会改掉，这一块我们就之后再说。进服务处的道路旁加上竹栅栏，强调出整个商店的大区域，也能当做路边的装饰。
将商店前的道路继续向右下方向延伸，与左边的道路一起形成半个环路。同样在场景边缘也加上栅栏，作为场景的下沿。中间的空区挖出一个不规则的池塘，与商店背后的场景呼应自然元素。再加上一点竹子和树木，增加场景里的植物元素，突出自然风格。店门口布置一个小休息区，池塘两侧加上灯，因为池塘是不规则的，所以灯的放置位置也可以不对称，显得自然随意一点。水边简单加上浅木色的原木桩和花草，与周围较复杂的布置中和平衡一下。场景的右下角加上一块小菜地，自然风格下菜地也是比较万用的填空场景。将道路分段式的向海角和沙滩延伸，既能和左边的道路做出区别，也能作为进入下一个场景的暗示。在温室旁加上木质招牌，可以作为温室里的繁育信息牌。因为岛主的海角空间不大，我的想法就比较简单，做到与周围的场景呼应即可，所以只布置了一些植物作为造景。小沙滩里也比较简单，用各式庭院石围出一个小石圈，里面放上竹流水造景，前面再加一个茶桌，这样布置出一个背靠实景的品茶小场景。最后来改一下这个小温室，把这块拆掉，来改成岛主更喜欢的花滩。比起较厚重的温室，我选了更轻薄的竹屏风来作为花滩的背景。屏风前则用高低不一的2个桌子和各式植物搭出花滩的主要部分。旁边加上细碎的小家具即可。右边的招牌我没有换掉，感觉依然可以作为信息牌，就保留了。这样改完，右边场景也更通透了，没有之前温室那种有一点挤、有一点闷的感觉了。改好后，今天的建设就完成啦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帮建内容了，希望岛主喜欢，大家看得有趣。最终地形地图我放在这里，如果有喜欢的友友，也可以把这一期和第1期合成一个超大区域来建。设计码我会放在简介里，需要的友友可以查看。如果觉得这个系列还不错，还想看其他岛主的投稿改进的话，麻烦大家多多3连，让我更有动力做下去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